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0月24号，比特币价格已经创出1年多的新高。上一次 26K、25K 继续建议粉丝朋友们高倍做多。群里面有一些朋友也是在问，这几天的利润非常的嗨哦，有一点拿不住。那一会儿来聊一聊要怎么应对。我多单是还没有平仓啊，一直在爆。或者等下分享一下这张图表里面的知识，判断一下比特币上涨的目标有可能会到 48K， 目前只是在第2个阶段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也就是比特币半年多整理的区间，有几次压回到 25K， 特别是在这个区间压回到 25K，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在这个区间应该要继续做多，特别是想开高倍杠杆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 25K 空间非常的舒服，因为我是有发现，除了 25K 它有一条颈线的支撑以外，从 K 线图里面专家操盘留下的痕迹是有明显看到，就是有专家在里面偷偷的吸货，像这些多方吞噬，或者是这一根也是多方插入线。然后后面形态整个趋势已经扭正了，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。继续希望朋友们，你如果高倍还想再做多，或者是想再加仓，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一个挖坑的点位。它下方的这一个 26K 的支撑不一定破得下去，所以行情走到现在这几天是非常的刺激哦，已经是突破了这个 32K 的高点。那我的观点是，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一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，它有可能是一个 W 底，所以我们去目测一下，我相信那一些技术派看到这个点位突破，有可能就是会爆发继续追加的一个行情，包括 32K 到这个 25K 的区间，整个 W 底的空间是接近7000美金，所以我的观点，这个位置突破，至少上看的目标有可能 40K 附近。要去留意一下会不会有一个满足位啊？当然，我的观点应该还会有更高的高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社群啊，因为这一次有很多朋友基本上是按我的建议高倍做多，有些朋友是有接近10几倍的利润，刚刚是一直在涨，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手上的多单，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抱住，100倍的也是有10几倍的利润。包括我自己的也是100倍的利润，目前也是选择在报啊，或者是上一次这一个建议的频道是有及时通知大家 26K 到 26.8K 附近一定要继续给我做多，是免费开放给所有的粉丝朋友，时间是10月13号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价格，10月13号就是在这个区间啊，给了足够的时间，现在喷上来1个星期不到10几到20倍的利润，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因为短期的一点上涨，现在涨了14%或者是15%，或者是周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那些技术派都看得明白啊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杯柄的结构啊。那这个杯柄高点的位置突破，追价的买点 32K 突破，刚刚价格已经反映了，我都不知道要聊什么。那么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更高的目标位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，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这1年多的价格波动，它一直是维持在 32K 到 29K 下方，也就是比特币在2021年这整个头部的区间，它往下跌破是在 29K 到 32K 附近，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，也就是熊市的 neckline， 熊市的颈线啊，这条黄色熊市的颈线刚刚价格已经是突破了，那还有没有更高点？前面有跟大家讲过 35K 你要去留一下比特币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哦，因为 35K 是非常接近就是这一条 0.382 的一个压力位。我是怎么观察出来的？我们可以用裸 K 的形态来画一下，就是这一个 0.382 的位置啊，你用裸 K 的技术形态，然后用普通的黄金比例，从历史最高点 69K拉到这一个低点 15K 的位置，这边有几个位置，一个是 0.618， 还有一个 0.382， 要给它画出来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 0.382 的位置也是非常接近，前面一直跟大家判断了，如果再继续涨 35K
你要去留意一下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。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就目前的阶段啊，它刚刚价格是已经突破了这一个 bear neckline， 就是熊市的颈线，目前是感觉非常接近这个 0.382 的一个压力位。不过我的观点，短期如果涨多，不排除它会不会震荡，你不要去管短线的震荡。如果是要驱蛇短线，先问一下自己手上的仓位，仓位过重的情况下，你要分出哪一些是短线的仓位，哪一些是长线的仓位。短线的仓位，我的观点是你要怎么平仓都可以，长线的仓位你要耐心持有，不要影响到自己睡眠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啊，比特币前面这一波是上涨的初步牛市第一个阶段，目前完全有可能是在三浪里面上涨的第一浪，不排除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历史上有这种经验，它有可能会上涨去挑战，就是这一个空头熊市非常重要的 N 型高点的一个转折区， 0.618 的位置是在48000美金附近。所以我相信应该还有空间哦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的经验，2019年因为它第一波牛市上涨，它是直接把这一条熊市的颈线给它突破，而且第一波上涨是直接来到 0.618 的位置，所以2019年第一波牛市它是透支了整个未来比特币大长线牛市的空间。后面它第二波启动的位置上涨，这个位置相对有一点短，甚至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，它有可能会跌得更深。不过后面它第三个阶段继续大涨的牛市，也是在产量减半之后，后面是把这个历史最高点给挑战。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是，目前是在第二个阶段，有可能不排除会去这个 0.618 的位置。等到明年产量减半开始以后，可能是不是在7到8月份以后，会不会去创这一个历史新高？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行情也是一样，第一波牛市上涨的空间也是相对比较舒服，没有超过2倍啊。后面它是遇到这一条黄色的熊市的颈线，在这个区间整理了200多天，后面第二波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来到0.618 的这个区间，也是把这个非常重要的 N 型转折点在产量减半之前把这个高点给它突破。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一次洗盘，在 0.618 位置有一个压力区，后面第三波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继续往上喷，也是在产量减半之后，后面价格就创了历史新高。所以目前我个人的观点，上涨跟2015年是非常的像，因为这个区间也是整理了200多天，现在完全有可能就是在第二波非常强势的上涨。我的观点是，尽量仓位给我拿住啊，不一定要在第二波里面短短的涨了一点就感觉利润非常的多，我是不是要平掉一部分？那要问个人的仓位，你是短线的仓位或者是长线的仓位混在一起，或者是仓位过重，如果要平掉一部分，看自己仓位的控管，没办法帮助大家。所以希望朋友们尽量给我抱成长线，后面第三个波段创历史新高以后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10万以后，我们要不要再做平仓的动作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